俺家拿铁生病了，发烧了。你发烧啊？哎呀妈，孩子发烧给我愁坏了，因为我家所有人的退烧方式都不一样。比如我老公直接把拿铁放冰水里，退烧求解冰镇拿铁。孩子刚发烧的时候，我老公说睡觉，我爸说挂号，我老公说喝水，我爸说吃药。我老公就很不理解，说就是一个小发烧吗？为什么要去医院呢？我爸说你看拿铁，那现在可能是没大事儿，那万一呢？我老公说万一是谁呀？万一拿铁没事得了呗，我管万一干什么？最后还是犟不过我爸，去了医院。但是呢，俺家拿铁是个黑户，咋回事呢？就当时他出生的时候，他爸不在，我单方面给他办这种身份证明呢，就很费劲，我就没办。所以一到医院呢，查无此人。人家问患者姓名，我爸说拿铁。人家问啥拿铁？我爸说张拿铁，应该是。然后医生说你没有身份，你也得有出生证明。我爸说我有，然后就拿出了一个大包，大包里边有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。咱父母是不是都有这个习惯？就你告诉他哪个文件很重要，他把相关所有的票据都留下，他也不读。出生证明就一张纸，我爸拿出来一沓，我说爸，这有这么厚呢？人要拿铁出生证明，你把小区的都带来了。我爸一打开，有我的产后开奶指南、产后护理小贴士、月嫂育儿嫂推荐、医院早餐外卖菜单。我老公说爸，你来贴小广告来了，这玩意儿也没用，你咋不扔呢？我爸说那万一呢？我老公说这万一到底是谁呀？万一呀，怎么哪都有他呢？最后检查没啥事儿，开了退烧药回家了。结果回家冲突加剧，拿铁的烧都快退了，我家白热化了。我爸给孩子盖被，我老公看着就把被掀了。我爸一直关窗户，我老公一直开了。我爸关了他开开，我爸关了他开开。他俩之间窗户的开关就象征着中西方降温文化的壁垒。Just 壁垒。翟奥达回家听说拿铁发烧了，直接去拿冰水。我说不喝冰水，他直接拿出了冰激凌。我说你可别让你姥爷看着你给弟弟冰激凌，直接给你撇出去了。翟奥达说把我冰激凌撇出去。我说把你撇出去。我说妈妈给弟弟弄药，你陪他待一会儿，放心吧，等我再回来。翟奥达把拿铁衣服给扒了。我说你跟谁学的？他说你不在这2年，我要是发烧了，我奶就这么给我物理降温呢。我给我婆婆打电话，我婆婆说那脱光了吃冰激凌不行，你还得用电风扇吹它。你还别不信，当时翟奥达发烧我就这么整，很快就不哭了。我说是让你冻死了吧？我婆婆虽然虎，但是她远虎害不了近铁，防不胜防的是我老公。让爸爸睡觉好吗？水整好了，好。这凉的呢，拔凉，拔凉。它是散热。你有毛病啊！拔凉的水，这是不对呀。说啥都不好使了，这爷俩就高低要冰镇拿铁。哎呦我的妈！得放冰块。我爸批评大胖媳妇，你们就老说你们对，一有病就冰镇，一有病就冰镇。你看挺大加大让你镇的还剩几个人，剩下那几个也像你似的，从小被镇的傻了吧唧的。我坚决不会让拿铁像你似的。我老公说那万一呢？马上冬天了，俺家这大胖媳妇永远是短袖大裤衩，然后加个棉坎肩。你不知道她是冷还是热，这个穿搭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昨天我正经问她一下，她说胳膊上、腿上都是普通的肉，肉可以动，皮可以动，内脏不能动。我说为啥？她说这不很简单吗？你看你买猪肉的时候，冷冻的猪腿肉、猪屁股都可以买，冷冻的皮也可以买，皮冻还好吃呢。但是猪心、猪肝、猪大肠得买新鲜的，冷冻的不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内脏不适合冷冻，不适合冷冻。我说哎呀，你可太自律了，你人生的唯一意义就是出栏那天炖一锅豆角，炖一锅豆角。说起这坎肩吧，他还有故事呢。就是当年我回国工作了，他一个人带女儿在国外的时候，他在一个运动品牌打过工，然后这个品牌呢就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个坎肩，就起到这个宣传的作用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现在赚的吧比你多，要不然这活咱不干了，就好好带孩子得了。结果第2天上班，他跟疯了似的，逮谁跟谁说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我再也不用搁这卖马甲了。然后这不就辞职了吗？辞职那天，他同事瞒着他给他设计了一个惊喜道别 party， 哎呀，就给他唱歌道别，就场面整的可煽情了。老板还跟他说，我们永远欢迎你回来。他跟老板说，我刚才说话你可能没听着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你要是我，你回来呀。结果一顿炫耀，离职回家，回家发现把人公司发马甲穿回来，领导还给打电话问他，你媳妇不在中国挣钱了吗？你咋还顺公司公务呢？结果你说头一天高调道别，第2天还得回去给人还马甲，但是后来马甲又寄回来给他了，因为这个马甲的下半部分已经被他撑变形了，新来的员工穿上这工装，肚子漏风都拉稀。然后我老公这马甲他穿了很多年呢，4月在成都穿，10月在铁岭也穿。有时候你就在想哈，他是真不冷吗？他说他真不冷，但是你要说他真不冷呢，天天冻得大鼻涕拉碴的，还得兜里揣着亲肤原木金装，特别细腻。即使他鼻炎犯了，鼻子红了，他的亲肤触感也不疼，不刺激，贼软还贼强韧，湿水都不容易破，也不容易掉脂屑。不光冷热部分，他对时尚的品味也很难评。去商场什么欧美版日韩风，什么流行的他都觉得土，就喜欢那花边和大钻。因为他跟我说，他小的时候在义乌走向国际之前，加拿大这种带手工的衣服老贵了。你们看到的他穿的衣服都是被我管束之后的，我要让他随便按照他喜欢的风格穿衣服，这么说吧，都得离。昨天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也捯饬捯饬，往年轻了
的打扮。你如果嫌热，你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假领子、屁帘这种东西，这样你不真叠穿，但能穿出叠穿的效果，显年轻。我这种屁帘留个边啊！结果晚上我去幼儿园接张大姐，看着她了。哎，好在。你干啥呢？我让你留个边儿。留边了，留边了。最后我终于解释明白了，留个边儿是留下边儿，不是留上边儿。这回穿对了，潮人去上班去了。但是她的身材吧太特殊了，这个屁帘卡在肚子中下部，她很难受。一天下来不知道咋整的，就秃噜上边去了。回家的时候跟我说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我上这一天班，没有人看出来我衣服叠穿，都说我衣服穿帮。哎，你爸穿这是不是有点磕碜？干啥的可劲，吓我了呢！大胖媳妇跟我妈气哭了，真的。刚才我妈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呢。我听我妈的描述啊，我认为这男的肯定是疯了，不可思议。我再一听大胖媳妇的解释呢，给我气笑了。我妈最近呢来北京复查，来北京了，马上复查了才知道，这次复查它的流程比较繁琐，就是复查的头一天得入院，然后整个复查这个过程都得在医院住着，不能出来。我妈这么一听呢就比较紧张，但当时我又不在北京，家里就她跟大胖媳妇来交流。然后我跟你说哈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，如果他的汉语非常精通，那肯定是没事儿；如果他汉语一句不会，蛮子就跟张大姐出国似的，也没事儿。最可怕的是大胖媳妇这种会一点但不多，但又觉得自己会，最容易出事儿。就是那句话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嘛，因为他真该下呀，真该下呀。然后我妈这不就心里求关爱嘛，就盯着大胖媳妇。哎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还真听清楚住院这词儿了，但是她听到的是住院 make a wish。于是大胖媳妇非常冷漠的看了我妈一眼，你住吧，阿门阿门。这不孝来的太具体，我妈没反应过来呀。过一会儿我妈屋里溜达一圈又来找她来了，说那什么，你借我一下你充电器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妈要离开这个家门这个事儿，跟我妈说你住呗，我就一个充电器，你让我先充完的。给我妈委屈的拎着包自己就住院去，到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。我看明白了，我是谁呀？咱可不敢麻烦人家。我当时听我妈的描述我就炸了，我寻思大胖媳妇这是要不过了还咋的，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我说我妈住院，你为啥不能陪一起呢？大胖媳妇很无辜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呀，唯物主义者。我妈住院我也不陪，我就不是很相信祈祷这些玩意儿。她还挺有理呢，还跟我说，哎，对了，咱妈挺诡异呀，晚上跟我说要去祈祷，到现在没回来，要我出去找找，是不是信什么邪教了？你说。然后我回来就得领着这个惹事儿的老公去医院赔罪嘛。买的东西带着充电器，还带了秀丽可 AGE 面霜，这面霜我用的特别好，不止30%高浓波斯盐，还能抗胶原糖化流失，给我妈送去美容抗老，气儿能消不老少。去看我妈之前，我这不就带着大胖媳妇还有孩子去给我妈买东西吗？我去楼上买点毛巾牙刷啥的，我就告大胖媳妇在楼下买点补品，然后分头行动。当时哈我就多了个心眼，我让我同事跟着他，我说万一你姐夫又出梗了，你都帮我记下来。这个男人他就从来不让我失望啊。5分钟，我同事给我打电话，姐你快下来，姐夫在农贸市场畅聊哲学，还扬言要打造山东。你问他那儿有人参不？你有燃烧吗？喝水，燃烧，你的燃烧怎么样？晚上怎么样是吧？晚上还行不？你的燃烧长吗？长。你的燃烧从哪儿来？从长白山，东北长白山。我的媳妇东北。喜欢东北啊，喜欢东北。你管他叫山东打造。我要打造山东。可以啊，山东不错是吧？我也打造山东。哎，好，你我也打造山东不错。你只是一个英语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打造山东？为什